嗨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新的一集影片。今天呢，就是上次跟大家承諾的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倆非常喜歡的一些大衣外套類的單品。她就是我的姐妹，防摔的皮草。今天呢，我觉得還是誠意很足的，因為我們倆一人挑了6件，很多老觀眾應該其實每一件都有見過了。對，因為很多都是穿了很多年的，所以不一定我們今天分享的所有衣服都可以買得到，但我可以找一些類似的單品 link 在視頻的下面。首先第一件呢，你說什麼意思？首先第一件呢，就是這件伊莎贝爾·芒汉的大衣。如果大家看過巴黎 vlog 的話，應該記得就是在巴黎買到的這一件超級滿意的這種圍巾款的大衣，而且它這件是袖款。我當時看 runway 的時候，我就覺得這件好帥，因為走起路來那個流蘇就飄來飄去的，很有氣場。這件衣服呢，它的材質是羊絨羊毛混紡的，它雖然只有15%的羊絨，但是我覺得它摸起來很軟糯。對，它真的很舒服。它在米蘭的時候其實就有在找，米蘭店我還專門去問，然後米蘭的 boutique 就沒有，正好在巴黎碰到，就非常幸運。這一件的顏色真的非常好看，它是墨綠色，然後還有一些棕色的皮質點綴。當時去試穿這一件的時候，穿的是我那雙愛馬仕的 Jumping Boot 棕色麂皮那双，然後正好跟這個顏色搭配在一起，我就覺得我天吶，這個 look 也太好看了，真的，直接就是心動下單。然後它的廓形又不是那種很板正，穿起來比較隨性，它有一點落肩。對，然後它的袖子也是比較寬的那種。扣的方式也是伊莎贝爾·芒汉大衣經典的這種斜着扣過來的。我很喜歡伊莎貝爾·芒漢冬天的大衣類的單品，這個大家應該也知道。像這種圍巾類的大衣，現在其實很多品牌都有在出嘛，我覺得也很推薦大家去嘗試，其實蠻方便的，因為這樣你就不用再單獨繫一條圍巾了。很喜歡這一件，所以就放在第一件給大家分享。下一件呢，是我在伊莎貝爾·芒漢皮衣，一樣也是在巴黎的時候跟那件外套一起買的。對，我們年初巴黎購物分享有一起分享過這2件，也是這樣斜過來扣的。對，就很有伊莎貝爾·芒漢品牌的特色。這件皮衣真的很特別，因為第一是它的廓形跟一般的那種皮衣不太一樣，然後第二個是它這種做舊的消防員扣細節，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點就是它的內襯。如果有看過這影片就知道，它裡面是這種菱格紋的紅色絲絨內襯。我覺得非常漂亮，很像那種復古的那種跑車內飾。這件真的是人見人誇的一件皮衣外套，而且我當時在 Kobo 的時候，因为外面在下雨，我就套了一下它这件皮衣，發現我穿也很好看。這件它的 size 是 L， 我穿上就是那種很闊、很 oversize 的感覺，意外的變成我們倆可以共享的一件衣服了。對，基本上我所有衣服它都可以穿。對，只是說看要不要穿到那麼大。它的下半部有一個皮帶的設計，把腰稍微縮緊一點。如果穿扣腿牛仔褲啊，或是比較高腰的褲子，就會顯得身材比例很好。而且我覺得不管扣或者不扣，比如說這個皮帶這樣搭在旁邊，也是很帥的一個細節。袖子的位置做了這種拉鏈的設計，就不是那種螺紋袖口，因為我覺得像這種沒有螺紋設計，就整個是皮衣的袖子，感覺比較利落一點。下一件呢，也是伊莎貝爾·芒漢的一件大衣，這件我真的是買了很多年，所以說冬天如果買到一件品質好的衣服，真的是可以穿很久很久的。而且我覺得它的設計，就這種純白色的大衣也是比較 timeless，就不會說有過時的問題。每年把它拿出來的時候，都會覺得很興奮，就像買了新衣服一樣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所有衣服，我覺得都有這種感覺。我覺得這樣其實就是買的非常成功的一個購物嘛。這件版型也是蠻特別，然後它的扣法也是一樣，就是伊莎貝爾·芒漢標誌那種斜着扣過來，而且它有一個這個墊肩的設計，就是會顯得你頭身比特別好。對，像它這種凸出來的墊肩，其實也是伊莎貝爾·芒漢比較經典的一個設計元素。夾克呀，或者是這種大衣都會有這樣的一個設計細節。這件大衣是羊毛材質的，然後它做的是這種像有一點點小氣球、毛茸茸的感覺，我覺得這個質感我特別的喜歡，而且它也是很軟糯的那種羊毛。不管是米蘭冬天或者北京冬天，我穿這件都沒有冷，它保暖度也是非常夠的。這種純白色就會覺得它很不耐髒，但其實我發現它特別的耐髒。我也沒有怎麼特別的去護理它，或者穿的時候格外的小心，但是它其實就沒有髒掉，我覺得特別神奇。收到很多詢問，就是我們怎麼清洗、保養、怎麼收納這些衣服，每一季穿完乾洗一次就夠了。然後我平時就是把它放在防塵袋裡面。像這件搭配上，我覺得是很簡單的，因為它就是一件純白色大衣，有的時候我裡面會配一件牛仔褲啊，或者是裡面穿冬天的一些裙子也很合適，真的特別喜歡這件大衣。下一件呢，又是一件皮衣，這一件是 Prada 的，它有很多口袋，所以我有時候出門不想背包的時候，就很多地方可以放。是嗎？對，前面有很多拉鏈的細節，挺好的一個點綴，黑銀的這種配色，就比較有個性一點吧。然後它的後面有一個小小的編織 logo。Prada 蠻多衣服上現在都有這個細節。對，就是還是要有一點 logo。因為沒有那麼大，所以就覺得很適合我這種
想裝但是又不想那麼高調的人。它後面還有一個這種小小的皮帶，就是算一個點綴吧，就讓整個後面没有那麼素。我覺得就是一件非常百搭，然后可以穿很久的一件皮衣。而且你刚才那件是那种棕色做旧，然后这件就是黑色，像油蜡皮一样，我觉得很完美的2件皮衣。对，就不同風格。哇哦，跟我講一樣話。袖子也是一樣，就是那種一體式的，有一個拉鏈。這一件呢，它不是那種軟的皮，它其實有個自己的廓形會撐在那兒，我就會顯得你頭身比比較好哎。這一件的 size 我穿是50，搭配的話，其實因為它是黑色皮衣嘛，跟任何顏色的褲子其實都可以搭在一起。它版不是那種很緊的，所以我裡面疊一些毛衣啊，或是再穿一件薄外套，其實都是 OK 的。接下來這一件呢，很多觀眾應該都記得，是我在日本購物分享跟大家分享的這件中古愛馬仕的皮衣，它是馬吉拉年代的愛馬仕，我覺得非常幸運，因為我一直很喜歡馬吉拉年代的愛馬仕的設計，皮質超級有質感。像愛馬仕它就是皮具非常有名嘛，所以它的皮質就是我覺得肯定是沒話說的。它裡面呢也是這種全皮的設計，這件是02年的衣服，這麼多年它狀態還是保持得這麼好。不過我覺得皮衣的單品就是有這個特點，就是過去10幾20年它還是會是一個非常好的狀態。因為這件很素嘛，所以真的是非常 timeless， 不管過了幾年，我覺得都是一件非常有質感的一件皮大衣。它一個很妙的點就是拉鏈拉起來，它是一個很板正、完全對稱的領子。但是如果你把它敞開穿呢，它裡面有一塊這個皮質的細節，就是變成了這種不對稱的設計，非常的巧妙哎。对，是不是？就是感覺一件衣服，但是有2種穿法。這件的版型跟它衣服裡面其他的大衣版型也稍微不太一樣，這一件會稍微比較 fit 一點，不一樣的風格。但是我覺得是這樣，因為這一件我的 size 其實買的比我平時穿的要大，我買的是砝碼40，但其實我比如說像伊莎貝爾馬航的大衣，我全部都是砝碼34。它就是因為 size 比較大，所以看起來也比較符合我的風格一點，就不會是特別緊的那種設計，它就是比較寬鬆的感覺。像這種深棕色呢，也是我在冬天非常喜歡的色系，很百搭的一件皮衣，所以我非常開心有遇到這一件。這件衣服真的很多觀眾都很喜歡，然後就說想去日本找看有沒有類似的呀，或者是同年代的衣服，然後甚至還有男生問我有沒有男生的 size。當時有試到一件比較大件的馬吉拉時期的西裝，可能因為我肩膀比較寬吧，所以穿起來就是稍微沒有那麼鬆弛的感覺。然後你還試到了一件很像優衣庫的，他說愛馬仕優衣庫。那件其實很好看，只是說因為我193嘛，對我來說可能有點太緊繃。買中古的衣服真的需要一些緣分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有好的購物運。說到日本購物分享呢，就不得不提到這一件克羅心的棉服，也是我覺得我們日本購物裡面非常成功的一件單品。它其實就是一件很簡單的牛仔外套，就是外面看起來就是一個黑色牛仔襯衫，但其實它還是很保暖，因為它裡面是棉服的設計。它的細節我很喜歡，就是它裡面有克羅心的暗紋，還有克羅心的銀扣子。這件 Henry 穿的比較多的一件衣服，因為它也很百搭。而且我想說，日本的這種中古二手衣服真的狀態特別好，因為我們倆其實是不怎麼逛中古店，但是日本的實在是狀態太好了，對，就看起来真的就跟新的一樣。就當然它扣子這邊還是會有一些氧化，然後 Henry 有買那種擦银的布去擦一擦。對，我有稍微去擦一下。但是除此之外，我覺得日本人在保養衣服方面真的還是很用心。就包括我現在穿的這一件皮的馬甲，也是當時買的，狀態真的非常好。我看到有人說你穿這個像釣魚佬。這件外套也是 Tora 可以穿，所以他其實也蠻常穿這件衣服的。平淡名媛，這件真的就是男生女生穿都非常百搭的一件衣服，我也真的很喜歡。接下來一件呢是一個毛外套，一個皮毛一體，它是羊皮毛的。這一件是 Lulu Studio 的，大家應該看我穿過很多次了，所以老觀眾應該對這件印象都很深，詢問度特別的高。所以如果我找類似的，我也可以 link 在下面。因為我覺得像這種白色的皮毛一體外套，在冬天真的是非常的實穿百搭，再加上它的長度，我覺得也是比較剛好，就是刚刚過屁股的長度。年初去巴黎玩的時候，我就只帶了這一件外套，當時巴黎超級冷，但我就是沒有被凍到。然後還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去年冬天的時候，他去外面，然後就滑倒，就我摔了一跤，那個真太好笑了。是這樣的，就是當時我們公司下班一起去一個 Avellino Divo 裡面打車回家，然後我看我車來，我就着急。我當時穿的是 Chanel 的芭蕾舞鞋，那個皮底實在是有點滑，但是它路面有一點點結冰。衝去那個 taxi 的時候，我就這樣滑倒，但是我完全沒有疼，因為它很厚，正好把我的屁股那邊就是擋住了。所以這不僅是一件非常好看的皮草，還是一個防摔的皮草。這件我的尺碼是 M， 就是稍微比較 oversize 一點的感覺。
下一件呢，就是我的冬天大衣。这件也是 Henry 穿的最多的一件。我最常穿的3件大衣都是 Haider Ackermann。Haider Ackermann 他自己的品牌已经關掉了嘛，但他现在在 Tom Ford 做創意總監，所以大家還是可以去看看 Tom Ford。這件大衣是我最常穿的，最素，然後是黑色的，肩膀它是非常寬的。冬天，比如說我穿毛衣啊，或是再厚一點的薄外套在裡面的時候，我搭上這件外套也不會顯得很臃腫。就比如說他那件 La Mer 的毛衣真的特別厚，但是你把它套在這個裡面，看起來不會很看起來不會，對對對，我覺得是非常百搭的一件長大衣，材質是羊毛的，裡面是這種絲絨的材質。比較好看的是它做的是這種沒有領子的設計，是有點像中式的那種中山領，很有風格，很有特色，然後我覺得有一點點復古的感覺。對，就比較特別一點。我也蠻推薦，就是男生觀眾可以去找一下這種類型的大衣。建議就是黑色啦，就是因為它最百搭，不會過時。對，然後每年冬天可以反覆穿。肩膀這邊可以找稍微寬一點，不要太緊。要穿其他衣服疊在裡面的話也比較方便。我就可以慢慢找，因為我真的覺得冬天的衣服一定要選到一個品質好的，這樣你每年才会穿它都非常的開心。對，而且因為大衣、皮衣、皮草類的單品其實單價都偏高嘛，所以我真的覺得一定要找到喜歡，而且材質要 OK，這樣你才可以穿得很久，你這個錢才花得值得。下一件呢，又是一個我的皮草單品，這件是上一期購物分享，剛剛跟大家分享過 Kate 的這一件羊皮毛的皮毛一體，我覺得它的廓形很時髦，內襯的質感都做得非常好。羊皮，然後配一些麂皮的線條，有這種皮質條紋的拼接細節，超級滿意的一件長的皮草大衣。皮草的外套我有一個選擇的標準，就是我不希望它的袖子這邊是很緊的，皮草就會顯得你人就是整個放大一圈嘛。但如果是很緊的，就會顯得真的很胖。但是像這種鬆鬆垮垮的這種袖子和鬆鬆垮垮的廓形、落肩的設計呢，就會顯得說你是那種很鬆弛、很慵懶的穿着一件皮草，比較有氣場一點。這個也是我的一個選皮草的小 tips 吧。它很特別的呢，就是這幾條皮質的拼接細節，因為很多時候皮毛一體呢就是一個純的皮毛一體嘛，但我覺得 Kate 它能放這些小細節在皮草上，我覺得是很時髦的一些小點綴，我真的很喜歡。男生其實也可以去找一些這種皮草外套，袖子還得稍微夠長一點啊，因為我穿這一件袖子就有點太短，因為我覺得像 A$AP Rocky 他那樣穿，我覺得非常時髦。很多 rapper 都會穿皮草。那天我不是讓 Henry 試穿一下我的皮草嘛，然後他就趕快脫下來還給我，他說覺得怕別人看到他。不是，剛好街對面有一個男生看到我套上之後，他就突然就這樣很驚訝，說這兩人在幹嘛？對，然後這樣一直看着我。男生穿皮草需要一點勇氣，就是說你得不害怕別人的注視，而且很多人以為 Henry 是我的姐妹，一種 stereotype 吧，就是覺得如果男生愛打扮一點，可能就是姐妹，但也不好說，因為其實現在我覺得有越來越多的直男是愛打扮的。對啊，但是沒關係，但是她就是我的姐妹，你們看的沒錯。這件大衣一樣是 Haider Ackermann 的，這個大衣的版型是我最喜歡的。哦，是嗎？對，就是 Haider Ackermann 裡面我最喜歡的。大家看它可能有點緊身，但其實你穿上的時候，它又沒有那麼貼。我覺得跟大部分的大衣都不一樣，它的剪裁我覺得很厲害。男生的大衣要緊身就特別緊，要麼就特別寬，但你覺得這一件是在這之間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平衡。对，哇，你好會說啊。另外一個點我很喜歡的是，因為我的手比較細一點，Haider Ackermann它的袖子都是做的非常緊的，所以我覺得我穿上這一件的時候，就有點像是量身定做的那種感覺。而且它袖子夠長，因為 Henry 他手比較偏長一點，所以他找到很多衣服都很短，袖子太短了就会顯得有點局促一点，对，比较局促一點。但是像這種就是袖長夠長的話呢，就感覺看起來更 fit。袖子這邊我覺得也是 Haider Ackermann的一個特色，一般西裝或大衣都是好幾個扣子這樣扣起來，但它其實是這樣子。做了一個隱藏的內扣，對，會顯得你的袖子這邊稍微凸出來一點，就比較特別。穿 Haider Ackermann 大衣的時候，還有一點就是我很喜歡把它的領子立起來，因為它的領子立起來的時候，我覺得就是很有那種復古感，也有點像中式的那種感覺吧。它很多秀上也會讓模特這樣穿，就是 Haider Ackermann 的一個特色。這件衣服我也能穿，我之前也有穿過，然后我穿就是到腳踝的長度，就是非常長。對，其實你穿也非常好看，我所有衣服它都可以穿。好基本如果我想的話。接下來呢是一件 Noah Hammer 的皮毛一體，它也是羊毛的。這一件就是我在年初購物分享跟大家分享過棕色的毛毛外套，然後它是比較偏短版的，有的時候你配一些很闊的阔腿褲也是需要的。比如說我前段時間跟大家分享 Alaya 的那一條工裝褲，配這種短版的外套就會更好看。
看一眼。像这种毛毛外套，我觉得就是各种长度的我都需要有，因为对我来说皮草外套的穿搭频率很高嘛，那我觉得就是各种长度适应不同的搭配。其实这件 Henry 也可以穿，就是 ASAP Rocky， 男生也可以穿这种皮草外套，而且像这种短的，其實對你來說應該更好搭一點。但袖子還是一樣偏短。我們看到留言說，總結 Tora 穿搭就是袖子要超過手，非常的精準。是很精準，但是我跟大家說有一個問題，是因為我的手比較短，就是如果你觀察我的手臂的長度是偏短的，所以我穿大多數衣服就比較長。但我也是有刻意的去選擇袖子比較長的衣服來，因為我覺得你如果感覺到自己的身材有什麼缺陷的話，你就可以去通過衣服調整那個比例啊。對。但我的手沒有短到說是缺陷。剛剛有說過，就是如果袖子太短的話，會感覺比較局促嘛，所以就是袖子挑稍微長一點的，就也比較符合我們兩個喜歡的那種穿搭樣子。我覺得是看個人穿搭習慣，因為我也有朋友不喜歡那種，他覺得太拖，他不方便。哦，對，反正就根據自己的身材去調整穿搭就行了。這一件呢，一樣是 Haider Ackermann，它的版型跟剛剛那件棕色一樣，就是我最喜歡的那個版型。我覺得這件有點像 Chanel， 因為它有這個亮片和 tweed 的這種拼接，然後它領子這邊還做了一個絲絨的細節，非常 dress up 的一件大衣。跟剛剛那一件一樣，它是可以這樣把領子立起來。秀場的時候其實也是這樣子穿，就是一個模特，然後這樣抓着領子走出來，我覺得超級好看。細節就是它上面縫了超級多亮片，光打下來的時候就會感覺整個人在發光。所以他在米蘭都不怎麼敢穿這件大衣，因為感覺會被搶。對，我怕這個光照到小頭的臉上。這也是這件衣服讓我覺得唯一很可惜的點，就是它有點太引人注目了，害我沒有辦法每天穿出門。就是很值得收藏的一件大衣，尤其是現在 Haider Ackermann已經結束了他自己的牌子，所以我覺得這一件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件。就看到這件衣服，我就想到為什麼當年那麼多人猜 Haider Ackermann會去 Chanel， 他確實也是蠻適合去 Chanel 的。對。不過穿 Haider Ackermann 的衣服確實有個點，就是要身材比較薄，要夠瘦。因為這件之前 Henry 他爸爸也試過，但他爸爸比較壯一點嘛，因為他爸健身，所以他爸穿上這件就感覺就是撐滿了。但因為 Henry 是這種很瘦的男生的身材，所以他穿這件就會剛剛好，比較修飾你的身材，跟桑老漢也有點像。對，因為桑老漢也是適合比較瘦一點的那種男生。這一件 Tora 也穿過很多次，不過他每次穿上去我都很緊張，因為他穿很容易拖地，上下樓梯的時候很容易拖地，我就有點心疼。因為它就是縫亮片的嘛，所以我就也不太敢隨便送乾洗，沾毛的稍微清一下而已。這種衣服就是不要輕易的去送乾洗，因為乾洗有時候也會把它洗壞。出門的時候不要去太髒的地方，是嗎？對，就出門就你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啦。Henry 最 dress up 的一件黑色大衣，結果我發現 Tora 其實有7件。對，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最後就發現我一開始說錯了。我今天分享的第7件衣服呢，就是這個 Simonetta La Vita 的毛毛外套。這件外套如果大家看過上期 vlog 的話，應該記得，就是一件這種紗色的羊絨夾克。它其實裡面不是皮的，我前幾件毛毛外套都是皮毛一體，然後這件呢，它是把羊絨縫在這個內襯上面，所以就特別的軟糯。很喜歡這種毛的拼接，我覺得這是它的一個風格，而且它的自重就會比皮毛一體更輕。我覺得這也是這件衣服的一個好處，它也是比較闊的。你看它袖子啊，包括這個落肩的細節，也都是我很喜歡的那種比較鬆鬆垮垮的外套，比較居中的一個長度，搭配我的很多闊腿褲都很合適。毛毛外套顏色像白色、米色、沙色、深棕色都有，因為我覺得這些顏色就是非常百搭的顏色。像這一件呢，我就是搭配像白色的牛仔褲啊、藍色的牛仔褲，我覺得都非常的好看。然後這件 size 呢，我是意大利碼40，也就是我平時穿的 size， 所以大家就是按照自己平時的 size 去選擇就可以了。這一件如果我還能找到的話，我會 link 在視頻下面。而且這件的保暖程度也是非常的驚人，雖然它裡面不是皮的，但是它夠厚，所以就特別特別暖。像冬天買一件這種大件的衣服的，我就希望是比較符合我自己所有的要求，我才會買。因為我覺得放在我衣櫥裡，我每年穿它就會感到非常的開心。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們的2026 No Buy 的 list， 就每年我們都會有個購物總結的視頻。然後我們買衣服就是比較龜毛一點，我們有幾個 check box， 就是一定要 OK，然後我們才會買。比如說像材質啊，是不是適合我們平常穿搭風格，利用率高不高啊，還有價格，當然。因為材質很爛的話，你之後就不會再穿，就可能當時還覺得哦挺好看挺時髦的，但是到了第2年就會覺得不行，不想再要這件衣服。一個長期主義的消費吧，因為我覺得如果放一件我沒有那麼滿意的衣服在我的衣櫃裡，我會非常的難受。我就希望每一件衣服都是我拿出來會心情很好，然後
後每一季我都可以重複去利用的衣服。大家看我视频也应该知道，就是我很多衣服都是会一直重複穿，然后我也不太会买一些不符合我標準的衣服。我想分享就是真诚的，我真的自己穿的，我真的自己喜欢的品牌。比如说我没有那么喜欢的品牌，或者我觉得有一些不符合標準的衣服，我就不会介紹给大家。所以呢，大家就比较少看我接廣告。我希望之後呢，我可以跟我自己喜歡的品牌合作，然後去分享更多我自己喜歡的衣服，這樣子。对，比如說 Kate 的 Roa、香奈兒。好，那以上這些就是我們冬天很常穿的一些大衣、皮衣還有皮草單品，給大家參考一下，希望給大家提供一些挑選冬天衣服的靈感。那就感謝大家觀看，我們下一期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